哪个荒野求生敢单挑鳄鱼？这是谁的部将竟然如此勇猛？徒手抓住一条近100斤的短吻鳄，还有一条10多斤的老鲶鱼，守着炉火烤肉过夜，夜宵都是肥美的滋味，把荒野求生过成度假生活，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这里是位于美国南方腹地的丛林，虽然绿意盎然，却布满沼泽，除了经手暴风的肆虐，还蕴藏诸多未知的生物。本期贝爷向这里发起了挑战，坐着节目组租来的小飞机，为了不落地穿成肉串，贝爷决定用更刺激的成河方式着陆。在飞机贴着水面高速滑翔的时间，一个信仰之跳扎进水面。虽然此处水流平缓，但长时间浸泡于此并非明智之举，说不定偶然窜出的短吻鳄就会直接断送摄影小哥的档期。渐渐游向岸边，贝爷提心吊胆向四周张望，每一步移动都需要格外小心。只见贝爷瞬间一个回手掏，荒野天花板果然不是盖的，直接掐头去尾，享用刺身，嘎嘣脆，格外有嚼劲，蛋白质含量不知是牛肉的多少。接着再往前走10分钟，一条可爱的短吻鳄映入眼帘，两眼呆萌清澈，好似刚出门的大学生。新手村都没过直接朝贝爷咧嘴，得亏贝爷刚吃饱，不然这小家伙也难逃一劫。继续往前走，果然有新收获，一条雷克顿正在虎视眈眈等待猎物。此时贝爷决定放手一搏，对付1米以上的大家伙。贝爷认为充满挑战趣味，为了防止猛兽的突袭，他开始秦王绕柱，用木棍不断试探，在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，直接一招饿虎扑食，将其牢牢按进泥里，随后控制住其上半身，然后牢牢锁住鳄鱼的嘴巴，用屠龙小刀迅速让其领了盒饭。接下来扛着几10斤的鳄鱼美滋滋的寻找营地，找到一处高地没有被淹没，贝爷登陆后那是相当满意，将鳄鱼肉简单切割下，皮革分割下来备用，说不定回去还能给老婆做个背包。眼看天色渐晚，贝子捡了些枯木搭建了临时庇护所，做好木床，还在树上撸了一把铁栏，这样干燥柔软的东西堪比席梦思，既能保温又能防止蚊虫，这销魂的姿势德子看了都得心动，只是期盼今晚别下雨。贝爷从不指望老天垂怜，直接将头顶植物捆扎，然后手机周边的棕榈叶覆盖在上面，七上八下一顿收拾，一间豪华荒野小帐篷瞬间完成。接下来用打火石引燃火，熊熊烈火既可以烤干浸湿的衣物，又能将鳄鱼肉炭烤成美食，不得不说还真是一举两得。10多分钟后，香气四溢，贝爷的宵夜直接开展。要不是身处户外，我还真以为这是贝爷的独家之旅，满嘴流油，畅快淋漓，吃的那叫一个满足。鳄鱼肉除了能填饱肚子，剩余的脂肪还能起到防蚊虫的作用，将其均匀的涂抹在贝爷紧致的脸蛋上，今晚就能美美的睡上一晚，简直不要太自在。为防止水里的短吻鳄偷袭，凡是不明的水域他都要格外小心跨越。走了10分钟左右，一间废弃的小屋引起了贝子的注意，虽然荒废了许久，但在贝爷眼里却是如获至宝，只要通过简单的拼装，能大幅度加快贝爷前进速度。管他3721，直接拆了全部堆积起来。经过贝爷的妙手回春，2个小时后，一艘小船顺利完工，直接一个箭步跳上去，通过木板当做手工桨，踩着油门，贝爷开启了水上木筏之旅。虽然此处遍及淡水，但为了不拉成窜天猴，贝爷还是找了一些储水植物，用小刀去除表面的尖刺，直接将干茎放进嘴里享用。虽不及甘蔗汁水甜美，其碳水含量却牛肉的好几10倍。赶了半天的路，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，吃货被把狩猎目标放在了水里，这里到处都是潜水沼泽，许多鲶鱼多爱在此处安家。多年的打野经验让贝子开始掏树洞，摸着摸着，直接被不明生物咬了一口。好在贝爷敢于勇敢尝试多次之后，终于掏到一只肥美的鲶鱼。好家伙，这小家伙重达10多斤，差点把贝爷摔倒在地，直接拎到岸上送他领了盒饭。屠龙刀3下5除2，瞬间切了块肥美的刺身尽情享用。新鲜的鱼肉口感嫩滑多汁，这口感味道十足，简直就是5星级享受。吃饱喝足继续赶路，顶着香蒲草丛前进十分费力，即便如此贝爷也不敢懈怠，因为这植物的叶子十分锋利，一不小心就会刮伤皮肤。艰辛跋涉了30分钟后，终于进入了低草丛沼泽。本以为这里会相对安全，却不料一个踉跄，贝爷直接水遁消失。好家伙，荒野扛把子直接杳无音信，难不成贝嫂今晚就要守活寡？伴着远处传来的呼喊声，摄影小哥这次放下心来，原来下面遍布杂草，水性差的很可能瞬间落水成河。好在特种兵备身经百战，总算在几十次的跌倒逃离了浮潭沼泽。继续脚踏实地走了10几分钟，抬眼一望，贝爷终于看到了希望。靠近一看，原来是一艘废弃渔船。二话不说，爬上最高处，这里视野开阔，一望无垠。很快，贝爷就有了前进的目标，直接当着秋千继续下来赶路。经过几次艰难的攀爬，终于在一处废弃的房顶等来了巡逻救援。到此，贝爷也完成了本期的挑战。